我和皇帝的白月光在湖边起了争执，他推了我一把，我不甘落后，扯住他的腰带。被救起来的时候，发现两人都有了喜脉。皇帝很高兴，轻声哄着白月光，送了他不少珍宝。我跪在地上，盘算着我肚子里也有个黄种，我也要点赏赐。谁知皇帝哄完他，转身阴鸷地盯着我。来人，把他押去门外跪着，没有朕的允许，不准起来。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皮皮听书。事发突然，我和荣贵妃拌了嘴，他骂不过我，气疯了，推我下湖。涂满丹扣的长甲戳到我鼻尖时，女人尖锐的鸣叫在耳边轰隆作响。你不过就是个不受宠的妃子，嚣张什么？陈家都没人。我脚底打滑，顺手扯了她的裙带，荣贵妃像织黄蝴蝶一样轻飘飘地转了几圈。啊！扑通一下，和我双宿双沉。吉祥站在树枝上大叫：贵人落水啦！贵人落水啦！被侍卫从湖里捞起来时，荣贵妃光着两条白腻大腿，瑟缩着哭泣不止。你这个贱人，皇上一定不会饶了你的。我从湖里爬起来，面无表情地扣着指甲盖里的泥。娘娘先穿好裙子吧。吉祥歪着鸟头，复述着：娘娘先穿好裙子吧。知香匆忙捂住我的嘴，抿着唇摇头。在场的侍卫和奴婢都扁着嘴，想笑又怕死。荣贵妃咬着牙套上裙子，被人搀扶着回去，临走前恶狠狠瞪了树上那只鹦鹉。死鸟，早晚收拾了你。吉祥昂首挺胸，鸟眼看人低。他又剜了我一眼。皇上一定会为我主持公道的。宫中人人都知寿安宫的荣贵妃圣宠无二，乃是新皇心尖上的宝贝。而永和宫的丽妃是个十分不得眼的可怜妃子。新皇萧克自幼和荣家女定下婚约，岂料5岁时就送去北疆当质子。当年的老皇帝沉迷酒色，不问政事，宦官当朝，贪污严重。面对边疆的进犯，萧王朝屡次战败，割地赔款，卖子送女求和，赋税加码，大征徭役，百姓苦不堪言。15岁的萧克以雷霆手段，打着清君侧的名号，在陈氏一族扶持下势如破竹，从北疆打回盛京。气死昏庸的老皇帝，砍了兄长的脑袋，诛灭宦官党派。胸有城府，处事不惊，仅用了3年便坐稳了新皇的位置。荣贵妃虽心系萧克，但早些年被视弱的荣家做姻亲，嫁给了病重的广阳侯冲喜。荣家因广阳侯的人脉，得以在朝堂上平步青云。去年广阳侯病逝，萧克便将白月光接回宫，盛宠不断，总算是有情人终成眷属。不过可惜的是，因着陈氏的扶持，3年前萧克登基前被迫娶了我。我不大喜欢他，总是凶巴巴的，但父亲说他是很好的人，能照顾我一辈子。陈家世代为将，身家清白廉明正直，早在风雨飘摇的朝堂中树敌太多。大哥早年战死沙场，二姐为王朝稳定，自愿前往北疆和亲，3哥也随行镇守北疆。只剩下4哥还陪着阿父戍守关口，守着南疆的大漠黄沙。他们怕守不住在盛京的我，用赫赫战功换我在深宫一生无忧。但这皇宫比边疆的黄沙冰雪更叫人难熬。众人都知道我不受宠，因着父兄兵权在手，这才叫人不敢欺辱。可2年前荣贵妃入宫，因陈家和荣家的兵权相争，荣贵妃不是很待见我。她刚入宫时与我起了争执，推搡中摔倒，她蹭破了胳膊，她的随行太监婢女急匆匆送回了宫。而我脑袋磕上石头，一瞬失了力气，喊不出声。要不是吉祥滋哇乱叫，我大概早完了。萧克也没来看我，御前服侍的喜公公带了些补品，说他这些时日政务繁忙，分身乏术。过了半月，我病大好，他倒是晃悠悠地来了永和宫来找我麻烦。我给他倒了杯热茶，烫得他龇牙咧嘴。奇怪的是，他倒是没有斥责我，心情似乎还不错。不过屁股还没坐热，荣贵妃借口身体不爽，差人来请。吉祥偏多嘴，开始大放厥词。那坏女人又来找麻烦了，可怜我们阿苏独守深宫，有情人终成怨侣。啊，长夜漫漫，孤寂如雪，若得郎君相伴。阿苏是我的乳名。我捏住鸟嘴，
咬牙切齿道：“再鸟叫就把你炖了。”知香说：“吉祥是我捡来的鹦鹉，养了好些年呢。它有一身漂亮颜色的鸟羽，脑子灵活，学人话很快。”萧克听到动静，沉沉转身，如墨的眼眸略略颤动。我盯着他，脸上如被火星子燎过，早知看话本时不该念出来。干什么？萧克难得笑出声，男子醇厚的音色低低的：“阿苏，你少看点不正经的话本子。”荣贵妃说到做到，我很佩服她。不出2日功夫，整个民间都在谈论那不受宠的丽妃妒恨荣贵妃盛宠，竟然动手推她落水，企图害人性命，真是好恶毒一女的。朝堂参我的折子多如雪花。早些时候是弹劾陈家以战功倨傲，胁迫新皇娶了我，巩固家族地位。这些年是说我礼数不全，不成体统，不该留在后宫。大概是打不过我爹和兄长，也拿不出我陈家的魄力，死守边疆抵御外敌，只得换个由头。现在又多了道阴险善赌。本来荣家抓着此事不放，大做文章，一定要皇帝废了我。可是荣贵妃查出来有孕，皇帝大喜，给荣贵妃的弟弟加职，以至库部郎中。荣家也松了口，只要我向荣贵妃请罪，便可饶恕。我听着外头宫壁的细碎议论声，脸色不大好的在榻上躺着。我烧了足足2日，头发昏，脑中痛。知香去请太医，都说在寿安宫候着，生怕荣贵妃的皇胎有任何闪失。但她的皇胎显然是没事的，再没人来治我，要有闪失的怕是我。今日运气好，回来路上撞见出宫一诊归来的太医院左院判沈清随，听到我病了，急匆匆地赶来。现在他的脸色也不大好。知香在我身旁急得直跺脚。他天生聋哑，是三哥外出打猎捡回来的，因从雪中孤梅下捡回，梅树濒死，细枝却在雪中支起一点红，香气冷然，因此三哥赐了知香为名。知香多好，可不管旁人如何，他只担心我。我和他是天底下顶顶好的密友，我又没推他。我对上知香的眼，看见烧得病恹恹的自己，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要说这些话，而且我也不知道她怀孕了。要是知道她肚子里有个孩子，这口气我就忍了吧。我听说有孕的人可要小心点护着，一不小心就没了。往后我们避得远一些。知香捉着我的手，在我手心里写字。我相信娘娘。沈清随这个时候抬起了眼，浅色的瞳仁里泛着淡淡的涟漪，唇线绷直，轻声道：“阿苏。”我大惊，又烧得重了一些。知香左右张望，连忙去关了店门。你可别叫人听了去。沈清随原是礼部侍郎独子，人如璞玉，身份显赫，与我有些青梅之交。我幼时经常穿过1条街2条巷子去沈府找沈清随，去他屋里看画本，逗他的狸奴，吃嬷嬷准备的糕点。他虽生的关玉面，朗星目，温柔雅正，可惜身体孱弱，形容瘦削，颇可怜见。他话很少，我看画本子的时候，他总是在岸边作画。沈侍郎和夫人都很喜欢我，经常邀我留宿，我还非要住他屋里同他一道睡。年岁渐长之后，我很少去沈府了，倒是沈清随同四哥交好，常来府里走动。如果没有进宫，我该是沈家的夫人，睡在沈清随的屋子里，吃他的喝他的，还能使唤他。现在住在这皇宫角落的永和宫里，吃的喝的都要去内务府讨要，还要看萧克的脸色，日子真不大好过。自沈清随入宫为太医开始，关于我和他的青梅竹马情谊便成为宫闱间隐秘的谈论，说什么沈清随放弃礼部仕途，入宫做太医，只为陪伴我左右。我听得津津有味。萧克很霸道，听不得这些传闻。上回就是被个太监在角楼底下瞧见沈清随递我一封信，喊了我一声阿苏。太监转头就禀了萧克，他怒不可遏，罚了我7日禁足。内务府的太监见风使舵，7日的饭食都是冷的，炭火也没给我。知香的手都冻得生疮，我只是托他替我送封家书给我爹，这也要借题发挥。男人确实靠不住。沈清随的神色暗了一暗，沉了气，问道：“你上月可有来癸水？”我烧得嘴唇起皮，意识恍惚。
知香在一旁生涩地比划着。娘娘的癸水已经迟了2个月。我附和地点点头。沈清随的2指紧按着我的手腕，刺激得我一哆嗦。然后听到：“你怀孕了，腹中胎儿已有2月余。”我一愣，负手盖住沈清随的2根手指，扬眉吐气道：“荣贵妃有孕1月余，我有孕2月余，比她还早1个月呢。这回萧克可不能找爹的麻烦了。荣贵妃的弟弟因此得了官职，是不是我也可以跟萧克提个要求？我要三哥从北疆回京来。知香，你最喜欢我三哥了，是不是很开心？”按在我手腕上的手指沉了沉，沈清随垂了头，片刻，低声道：“我给你开几服药退烧，再开些保胎的药。怀了孩子，往后不可如此冲动，仔细些自己的身子。”不知道为什么，总感觉他话语微冷，似乎是不大高兴。知香在一侧绞着手，眸中泪花颤动。我奇道：“你怎么哭了？因为三哥可以回来吗？”知香含着泪在我手心写：“娘娘有孕，奴婢开心。”其实我是不大想要这个孩子的，一来是生养颇费心力，我这冷菜冷饭的怕是养不好；二来这孩子来的并不体面。2月前，萧克同荣贵妃吵架，听闻是荣贵妃还留着广阳侯的信物，生了醋意。是夜，醉醺醺地闯进永和宫，我以为他也要朝我骂几句出气，没成想被拦腰扛起扔到榻上。他始终不发一言，很急地拨弄着我的衣裙，埋在我的脖颈间啃咬。我被咬得痛了也咬回去，可他更为兴奋，一路咬下去，单手紧紧箍住我的双臂，盯着我打量，另一只手不断游走，像是在作画。我被他逗得眼泪哗哗，觉得羞耻万分，想逃又动弹不得。他真的是个变态，咬着我的肩膀，扶着我的腰，狠命地撞。即便我求饶，也依然不肯停歇，埋在耳边，酒气混着怒气，如惊雷在耳边炸开。你就这么喜欢他？这么久了都不肯放下？说的是怕荣贵妃和广阳侯。他同荣贵妃可真是感情深厚，即便生了气也舍不得朝贵妃发火，要找我一个倒霉蛋出气。沈清随起身，目光落在我脸上，叹道：“这些日子不宜多动，也不能沾凉吃冰，知道吗？”我应了2声，他背着药箱出门，知香跟着去太医院给我拿药。门外人影闪动，一细眉吊梢眼的宫婢闪进来，俯身道：“丽妃娘娘，贵妃娘娘有请。”我倒是忘了要给她请罪这茬子事，我许是烧糊涂了，看人都是重影的。跪在地上揉揉眼睛，再看又好些了。荣贵妃今日着了一身鹅黄色，晃眼得很，窝在萧克的怀里柔弱道：“丽妃姐姐，想来落水一事，你也许是受了人挑唆，妹妹知道你不是这样的人，只是，可真是吓坏蓉儿了。”那声蓉儿娇怯柔弱，谁听了都要心生怜爱，但分明是她先骂我不受宠，家中无人替我撑腰，我爹不要我了。萧克穿的玄色金丝袍，骨节分明的手按在楠木椅上，漫不经心地敲着。原以为是来磕个头认错，现下好像并不是这么回事。该罚还是得罚，他犯了错，蓉儿不必袒护，你说要如何罚便如何罚。荣贵妃微微支起身子，仰着小脸，美目含泪。可是丽妃姐姐也是皇上的。萧克的眼神落到我身上，意味不明。须臾凉薄开口：“不过是个仗着几分恩情便要挟妃位的女人罢了。”我烧得迷糊，头上发热，心口也热，小腹无端腾起怒气来，支棱起身子，眼前模糊，转到一片玄色处指去。萧克，你别太过分了，骂我就算了，你这家枪带棒子骂谁呢？谁稀罕嫁给你？你以为谁都要嫁给你，谁都要当你妃子？天大的笑话！荣贵妃的惊呼伴随着杯盏落地的碎裂声。皇上息怒啊！萧克拂袖下坐，立定在我面前。我总算是看清一点眉眼，他竖着眉，冷声喝道：“怎么，入宫后悔了？和你那心上人分别，不舍？”我举起手指，避免指甲划伤他。骂他可以，顶多被罚，伤他怕是要让我爹又要被朝中臣子参几本。什么心上人？你不要乱说，我清清白白的嫁给你，你再胡说我就扯了你的嘴。
他冷哼，呵，这么维护他。我不知道他今日抽的哪门子风，我头痛欲裂。往常知香在，总是拦着点。想到从前种种委屈，我恨不得把他头发都拿火燎完。但为了爹和姐姐哥哥，我又跪了下去。你什么意思？他唇角勾起，又坐回椅上看我笑话。太医院这么多太医，偏生叫了沈院判去你宫中。丽妃，你究竟是看病还是看人？我机遇咬牙切齿。太医院的所有太医都在寿安宫候着，怕荣贵妃肚子有动静，知香请了2日都请不来一位。站在一侧排得整齐的太医瑟瑟发抖。荣贵妃娇呼，倒是忘了姐姐落水受了凉，如今可好些了？都怪妹妹，本就说叫一位太医候着，皇上一定要太医院内全部太医守着，担心我肚子里的皇儿有事，药都没舔上一口，怎么好？我鼻子喷气，整个人发烫。这是朕的意思，不怪蓉儿。怎么，你有需要可以来寿安宫找朕，非要遣婢女去请那沈清随？狗皇帝，我被他气得整个人更烫，真是鸡同鸭讲。他是鸭，我脑中轰鸣，实在难以忍受。赶巧门外响起侍卫的喊声：“沈大人，陛下在里头，可不能进去，请您代为通告，丽妃娘娘发着高烧，微臣是来送药的，晚了怕耽误娘娘凤体。沈清随你可来得真及时，再晚些我怕是真的要烧红眼了。”我喘着粗气，梗着脖子道：“我病了，沈院判是来送药的。”萧克收起手，目光沉沉，喊了沈清随进来。他进门行了礼，带着药，着急地望着我。沈大人，正巧，原想请您替本宫看看肚中的环儿，今儿个赶巧您便来了。荣贵妃得了萧克授意，施施然起身，扶起了沈清随。余光落到他带来的药包上，奇道：“这是何药？”沈清随不动声色地往后退了一步，朗声道：“不过些寻常退烧药，贵妃娘娘若要，再让太医院开些来也无妨。”荣贵妃当机立断往后倒去，自然落在萧克怀里。前日落了水，正有些发烧，太医院拿了几服药都不见效，沈大人这药可否？萧克替他做了决定，这几服药先给蓉儿，蓉儿体弱，熬不得多久。沈清随犹豫道：“可丽妃娘娘烧得厉害。”萧克又冷哼，他从前在边色雪地里疯跑，自然是等得起这一时半会。沈院判未免多于关切。我猛猛地仰头，我年幼时曾在北疆待过1年，此事极少人知，为什么萧克会知道？沈清随的药还是给了荣贵妃。萧克讽刺了沈清随几句，无外乎官职和仕途，外男和后宫不可紧密联系，将他打发出去。临走前，沈清随朝我看来，示意我他再去取药，让我千万坚持住。人前脚刚出门，后脚我就被萧克以对皇帝不敬，给贵妃赔罪的名义送去了寿安宫门口跪着，没有他的允许不可起身。我只是骂了你几句，你是真想要我的命啊，狗皇帝！酷暑时节，热气蒸腾，宫外头的石板都烫。我昏沉沉地跪着，闻声而来的知香候在前边，替我遮挡着些毒辣日光。知香来的时候，从沈清随那拿了些药粉备用，敷在额上，神志清醒许多。其实刚嫁进来的时候，我是有些喜欢萧克的。少年夫妻，恩爱有加，他会给我找画本子看，也会给我送些奇巧玩意，还能带我溜出宫看烟花，过节放灯。他生得眉眼飞扬，朗如骄阳，总爱逗我玩，很难不叫人心动。但自2年前荣贵妃进宫和我争执并摔倒后，萧克就很少来看我了，总是远远地望一眼便走。我日日消磨时间，都记不起当年为何和荣贵妃起争执。膝盖痛得慌，我扯了扯知香的裙摆，面色痛苦地指着膝盖。知香，我痛。也怪哉，我年纪轻轻的，膝盖一直不大好，时常隐隐作痛。知香忧虑地蹲下来，从袖子中掏出2块软垫，悄悄替我垫上。娘娘，再跪下去要出人命的，奴婢去求求皇上。我昏沉的摆手，求他不如求荣贵妃来得快。旁边派来监视我的婆子正坐在阴凉处打鼾，荣贵妃应当不会让我起来。娘娘，真的不能再跪了，腹中的孩子经不住折腾，
看在孩子面上，皇上一定会让你起来的。知香忧心忡忡地望着我，我也忧心忡忡地望着他。这个孩子不能掉，我还指望他换我三哥回来。当机立断，大手一挥，让知香去找狗皇帝救我。日头晒的人头发丝都疼。鹅黄色的裙角掠过门槛，荣贵妃捧着冰荔枝站在我面前。她这婢女打伞手艺一绝，堪堪遮住荣贵妃，愣是没有让我蹭到一点阴凉。背后隐约传来巴掌声和怒斥：“你个懒婆子，贵妃娘娘吩咐的事也敢偷懒，看我不打烂你的嘴！”婆子哎呦哎呦叫唤着，叫得像是被车碾了腿的狸奴。姐姐，你看看你如今的模样，啧，真是可怜见的，出了事也不见你家人替你说上两句。那沈大人与你青梅竹马的，怎也不为你说几句好话？怕不是？我扬起脖颈，扯了扯唇角，眼神凛冽。他被我的表情惊退几步，掩着帕子道：“姐姐可别放在心上，妹妹也是为了你好，还是多听皇上的话。如今边疆战事吃紧，粮饷兵力都要皇上定夺给还是不给。姐姐你应当是明白的吧？”我算是明白了，这是挖苦我来着。我垂着眼，不与他计较。他身侧的宫婢垂眸提醒道：“娘娘，荣尚书和郎中午时已到前殿候着了，切莫让大人等急了。”荣贵妃掩住朱唇，喜上眉梢：“是，可不能让爹爹和阿弟等久了。”她像只黄蝴蝶翩跹，急急忙忙飞去。我在想，阿爹和兄长要是来了，我也会很开心。那出声提醒的宫婢端着冰荔枝，剥了几颗放在地上。丽妃娘娘金安，日头怕是还要热几个时辰，吃些冰的吧。她的意思是知香叫人结了，今日怕是见不到萧克。我攥着荔枝，对上对面跪在地上的婆子，怨毒的眼神像是要在我身上出洞来，脑袋重的像是灌了铅水，眼前漠然漆黑，身子不受控制地往后仰倒。丽妃娘娘，你装病可没用，快些给我起来吧！死鸟，滚开点！额上落下2点冰凉，不断跳跃着。阿苏烧晕了，烫死了！做了极短的梦，梦里风雪漫天，我抱着一团东西，跪在雪中，满头白发，身下的白雪浸染着殷红色，从我膝盖处延伸成一团。阿苏，有人这么叫我。我猛然睁开眼，看见熟悉的床帘，知香跪在一侧，床边坐着一人，正垂着头看着我。你醒了？萧克眸中略有亮色，急声道：“太医。”我歪过头，须发皆白的太医战战兢兢地搭上我的手腕，随后面上露出如释重负的神色。陛下，丽妃娘娘的烧已经退了，如今臣再开几副保胎的汤药，静养些10日便可无碍。他挥挥手平退众人，太医走了2步，他又出声说道：“让沈院判过一遍方子，看看他有何建议。”按他说的来。太医连忙应好。他回转身来，握住我的手，关切道：“现在可感觉好些了？”我不动声色地抽出自己的手，狐疑道：“你为什么会在这里？”萧克不自然地别开脸：“有了身孕怎么不说？你差点就滑胎了，知道吗？烧得这么重也不吭一声，真是倔驴。”我定定地看着面前的男人，觉得他脑子有点毛病。罚跪的是他，给荣贵妃撑腰的也是他，他现在是个什么意思？但他很难得地待在我这里，如此心平气和地同我说话。我舔了舔唇，一鼓作气问他：“萧克，我有孕了，你高兴吗？”萧克一怔，随即勾唇笑，眼角的痣一颤一颤的。朕的妃子有孕，萧氏有后，朕自然是高兴的。我继续问他：“荣贵妃有孕，你也高兴，给了她赏赐。”此刻他略略挑了眉，心情大好道：“原来想的是这桩事，你想要什么赏赐也尽可提出，朕会满足你。”我眼微微弯了起来，咬着下唇偷看了知香几眼，知香满是担忧地看着我。我想让三哥回京。几乎是一瞬，我瞧见萧克眼中的冷漠。荣贵妃有孕，你给了荣贵妃的弟弟一个官职，我爹和4哥都在南疆戍边，2姐去了北疆和亲，如今北疆局势稳定，3哥可以回京来的。
他的脊背渐渐坐直，离我远了些。我紧张地爬起来，揪住他的衣襟，几乎是结结巴巴道：“我一个人在圣经，有些思念家人。三哥，三哥能不能回来，只是您的一句话。”这个时刻，我多么希望听见他说可以，但是他没有。陈家威名在外，世代戍边，为的是王朝稳定，家国安泰。若无故召回统帅将军，边疆只怕将起异动。我听见自己急得要哭出来的请求。可是荣家如今有一半兵权，北疆有我二姐在，也可以让荣家的少年儿郎锻炼一二，为什么非得是我三哥？他8岁前往北疆，到现在已经20有余，甚至还未娶妻。我听见萧克不容置喙的决定，冷冰冰地落在地上。荣家的人不能去，你再等几年，待朝中有合适人选，便将你三哥换回来。我松开手，心内酸气翻涌，积聚良久的怨气喷薄而出。我抓着被子，咬着牙掉眼泪。为什么戍边的可以是陈家，不能是荣家？我娘和大哥都战死在战场上，我爹和四哥常年在外征战杀敌，我总是见不着。我三哥分明是个读书人，为什么也要去戍边？呜呜呜！萧克，你对我一点也不好，你对荣贵妃可以那么好，分一点点给我不行吗？他骂我是没人要的可怜蛋。萧克，我想我爹，想我哥哥，我想回家。吉祥站在架子上附和道：“阿苏想爹，阿苏想哥哥，阿苏不想一个人。”良久，萧克长长的叹了口气，起身将我拥入怀里。阿苏，别哭了。阿苏，再等等。他将我的脸从怀里包出来，大拇指拭去眼角的泪，那双含情眼落在我脸上，是罕见的温柔和缱绻。阿苏，不要哭了，我会心疼。我抽噎着，拿着他的宽袖擦我的泪和鼻涕。他可就装吧。不过自我有孕之后，萧克对我的态度明显温和许多。永和宫里再不缺吃穿，用的是上好的香料和绸缎，服侍我的宫婢和太监一茬茬的来。冷清的永和宫，竟也热闹的同寿安宫一样。萧克下了朝也经常来看我，即便我不理他，他也笑着叫人收拾了出地方看奏折。不知为何，他看我看得很紧。原来10日里有8日都在寿安宫，现在是10日都宿在永和宫。换了常服的他亲和得多，面皮白净，下颌线流畅，总爱抿着唇，略皱着眉。萧克，阿苏看你看呆了。萧克，他又看你了。知香瞪大双眼，伸手捏住鸟嘴。我低声骂他：吉祥，你再乱说，我就把你炖了。吉祥挣开知香，扑棱棱地飞到门槛上，歪着鸟头嘲讽我：蠢女人！我抄起扫帚就要追出去揍他，腰身一软，撞入结实的胸膛里。萧克醇厚的嗓音在脖颈处闷闷的：要看，随你看，别乱跑，仔细身子。我有些不自在地扒他的手，温热的气息吞吐在脸侧。萧克微眯着眼，贴着我的脸，看向飞过宫墙的雁，喟叹道：如此甚好，和从前一般。如此数月，寿安宫那边请了几回，都没把萧克请过去。荣贵妃有些坐不住了。这回来的是那个宋丽芝的宫婢，不卑不亢地立在廊下，温声道：陛下，贵妃娘娘近来总睡不好，太医也没什么法子。萧克搂着我逗鸟，并未看他，叫沈院判去看看吧，他的医术是宫里最好的。宫婢回答：沈大人出宫一诊去了。荣尚书听闻此事，念女心切，让尚书夫人明日进宫来探望娘娘。娘娘说心中挂念陛下身子，想见陛下一面。萧克握着我的手一僵，顿了片刻，头顶传来轻轻的笑声：原是想朕了，你去回了蓉儿，朕一会便去。宫婢领了命，临走前深深地看了我一眼。我冲他默然一笑。上回成了几颗荔枝的恩情，我叫知香送了他一支玉簪，聊表谢意。萧克下午便去了寿安宫，此后再没来，派了喜公公来，叫我好生休息，过一段日子再来看我。我并不信，1年前他也说过一样的话。说实话，他住在永和宫这些日子，我还颇为拘束，总有种和离夫妻硬要装恩爱的惨状。
萧克不在我这，寿安宫还是派了人来。吊梢眼的宫婢守在门边，仰着脑袋对我说话。娘娘近日闷得发慌，想看些艳丽的色，听些热闹的话。我指了指自己的鼻子，要我去唱曲子给贵妃娘娘吗？知香捂着嘴笑，吉祥也学舌，唱曲唱曲。宫婢噎住，随即伸手指着吉祥，朗声道：贵妃娘娘想借您家这只鸟几日，打发些时间。皇上已经应允了。我心知容贵妃这是刻意为难我，拒绝道：吉祥不能给。吉祥在我手心瑟瑟发抖。完了，这是冲我来的啊！宫婢不屑地看向我。丽妃娘娘，陛下只是看在您肚子里这位，才对您发了些恩情，可心里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贵妃娘娘。我反问：然后呢？宫婢嚣张地朝我走来。您别以为自己就此得了宠，得罪了贵妃娘娘，只怕您不好收场啊！还是把这鸟让出来吧。我眼疾手快，狠狠扇了宫婢一巴掌，瞪着他，一字一顿道：谁也不能把吉祥从我这拿走。你只是个宫婢，信不信我把你赶出宫去？宫婢被扇得摔在地上，错愕地望着我，抹着眼泪跑出永安宫。我的三哥回不来，吉祥我也是留不住的。容贵妃听闻我打了她的宫婢，发了好一顿脾气，在萧克面前哭了好几日。进宫看她的容夫人气的要来永和宫找我，一只鸟罢了，不给便不给，何苦打了我的宫婢？容贵妃楚楚可怜地哭诉着，这哪里打的是宫婢，分明是我的脸面。丽妃姐姐即便看不起我，也不必如此叫我丢了脸面。我不活了。萧克同意了容贵妃的要求。吉祥被喜公公接走的时候，特意准备了一个小金丝笼子。喜公公说：娘娘放心，陛下一直在寿安宫，会照看好吉祥的。我抓着知香的手，看着吉祥脚上拴着的金线，说是怕他跑了，特意束上的。吉祥在金丝笼里扑腾两下，张嘴叫唤：阿苏不难过，吉祥马上就回来陪你。我擦擦眼泪，从荷包里掏出碎银子，又把头上的金簪拔下来，一股脑塞给喜公公。喜公公，吉祥对我很重要，求你千万替我照看些，早点还给我。喜公公推脱不成，无奈接下。丽妃娘娘放心吧，咱家会多加照看的。我知道我这个人就是什么都抓不住的。寿安宫传了消息，说吉祥到了数日不肯说话，昨日无故发狂，差点抓伤了容贵妃，叫人打烂了，扔了出去。只是告知我一声。我正在看《只香凤虎头帽》，听到消息，整个人如同雷劈一般。我知晓容贵妃不待见我，也不会待见吉祥，但总归是萧克在，几分薄面总要给，怎么能虐杀了陪我数年的吉祥？喜公公那日临走前，原本也是应得好好的。我扶着腰站起来，茫然无措地看着宫婢捧着的小木盒。娘娘节哀。宋丽芝的宫婢依旧是深深地看着我。贵妃娘娘吩咐将吉祥扔宫桶里，奴婢偷偷换了，将吉祥送还给娘娘。我捧着盒子，一团小小的，血肉模糊，夹杂着几根彩色的羽毛。知香，你说是谁打的吉祥？我要打回来的。知香，那容贵妃太过分了，我这回忍不了。她有家里人撑腰，我也有，我要告诉爹爹和哥哥，我要他给吉祥赔礼道歉。知香放下帽子，扶住我，那双大眼里盈满泪水。宫婢扶了扶身，望着我的眼神有说不出的情绪。娘娘保重，要爱惜自己。知香和我将吉祥葬在了宫中的槐树下，拿了把刀就去了寿安宫。容贵妃正在美人榻上吃甜糕，我是个有孕的妃子，拦我的人都不敢动我，一路畅通到了门口。容彩蝶，我压抑着怒意，手上的刀寒光凛冽。吉祥为什么会死？谁打的他？容贵妃大惊，从榻上坐起来。丽妃，你疯了吗？你敢举着刀对着本宫？瞥见她发髻上的一根金簪，珠翠点缀，别了3根色彩艳丽的鸟羽。我的手在抖，知香在我身上扯着我，不断摇头。求你，娘娘，不要冲动。我挥着刀，周遭的宫婢太监不敢向前，怕伤了我，又怕伤到他们。容贵妃的腿挨了一下刀，
立刻软了腿倒在地上。我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，你拔了吉祥的毛，你这个坏女人！刀背敲在他的胳膊上，疼得他泪眼婆娑。贱人，你别太嚣张，皇上来了定要治你的罪。得罪了我，荣家也不会放过你的。等着瞧吧你！我扯住他的头发，他痛得龇牙咧嘴。我爹和哥哥也会替我撑腰的。你荣家不过靠着朝堂潘福德的权，有什么本事同我陈家世代征战得来的战功比？他歪着嘴，恶毒地笑了起来。丽妃当年摔坏了脑子，果然是真的。什么陈家？陈家早就没了，你忘记了吗？你说什么？我脑中如一根弦断裂。本宫说，陈家早在2年前因贪墨军饷导致战败，陈家数百口人早就被抄没了。不然你以为本宫怎么敢这么对你？哈哈哈！你真可怜，这都忘记了，还撑腰？现在有谁会给你撑腰？你这个被人毒哑打聋的宫婢！我不可置信地望向之香。不会的，不会的，分明说他天生聋哑，怎么会是被人毒哑打聋？可他手语却不甚熟练，大多数时候还是写字传话。他分明听不见，却知道我喜欢的曲子是什么调子。我噎住，心口剧烈起伏，刀背翻转，刀刃朝下。玄色衣袍的男子大步迈入殿内，望着一地狼藉，皱眉看向我，那双沉暗的眸子是如猛虎，撩着野心。荣贵妃因凝哭出声：“皇上，皇上快救臣妾！姐姐要杀了臣妾啊！爹娘，他欺负我！”呜呜呜！手中的刀落地，他紧紧捏住我的手腕，骨头都要被捏碎了。萧克垂眸盯着我，有淡淡的怒意：“你来这里做什么？不是叫你在永和宫待着吗？”身后紧跟着荣夫人和荣尚书，急忙扶起自己的女儿，抱着她，怒目而视：“你这个陈家余孽，敢伤我的宝贝女儿，定要你血债血偿！”我麻木地看向荣贵妃，她躲在爹娘的怀里，哭得梨花带雨。血债血偿！我说，吉祥没了，我要他的命！萧克的眼眸一瞬间睁大，梦境愈发清晰。我跪在雪地中，怀里抱着一团血肉模糊。下了朝的大臣陆陆续续从我身侧走过，伴随着深深的叹息：“陈家真是无妄之灾，早知今日，何必当初？”宋兄，话也不能这么说。若非荣家克扣军饷，陈将军怎会败？荣家耳目众多，新皇尚且受其制约，我等小小官员该谨言慎行才是。只是可怜了这陈氏孤女，入了宫得以保全一命。荣家女今日刚入宫，就叫她滑胎，怕是日后也是举步维艰呢。可叹这一门忠烈，竟落得如此下场。众人的议论声远了，雪却愈发厚重。表面臣服于萧王朝的北疆暴乱骤起，二姐自刎于北疆王宫里，三哥退至关口，毕成苦等援军。朝廷却依然没有动静。爹和四哥率军前往北疆支援，却没想到军粮被断，军饷被贪没，10万陈氏将士被北疆厚厚的雪埋在地下。我听见梦里的悲泣和雪一样融在肩头，刺骨的疼。我惊出一身冷汗，睁眼时只看见伏在床边睡着了的知香。沈清随正在把脉，眼底2团乌青，疲惫不堪。见我醒转，眼中闪过亮色：“你醒了？”我点点头，费力地从床上爬了起来，问他：“我昏了几日？”沈清随起身扶我，淡淡的药香笼着我。3日。阿苏，孩子没了，以后还会有的，不要难过。我捉住他的袖子，眼泪不知怎地断了线似的往下掉。原来他们都知道，只有我忘了。我哽咽道：“沈清随。”他诧异地看向我，张嘴欲言又止。我想回家。他深深的叹气，抬手抚上我的脸，眸光颤颤。阿苏要回，我就带你回。我扑进他怀里，嚎啕大哭。我想爹，我想哥哥，我过得不好。门被人狠狠踹开，萧克脸色阴沉，疾步走来，扯开沈清随：“你们在干什么？”他捉着我的手，强迫拉起我，狠厉道：“朕不过半个时辰不在，
你们这就苟且上了。他总是这样独断，不听人解释。从前这样，现在也是这样。我想挣开，却被他牢牢握住。陛下不在荣贵妃那，怎么来我这了？他咬牙冷笑。荣贵妃，你还敢提她？若不是今日你闹这一出，她不会滑胎，叫那老狐狸拿了把柄。我扬起脸，对上他好看的眼。那又如何？他有些暴躁，握着的力度像是要把我的手腕拧断。不是说要你安分待着吗？你出什么头？知香在一侧急得咿呀咿呀，想劝他轻一些。待着等人欺辱吗？吉祥死了，你说过会护着的。红了眼，从未这样讨厌一个人。萧克，你说话永远做不到。你曾在北疆当质子的时候许诺给我一生幸福，要护着我一辈子。你说南边的鹦鹉方言也叫做阿苏，爱学人说话。你说我活泼鲜艳，与他一般，送给了我。我劝了父亲出兵扶持你，得来的是这样的下场。他也气急了，指着被压着的沈清随，冷笑道：怎么，他说到做到？为了你也不当礼部侍郎了，来做这小小的左院判，你觉得他好？沈清随摇头，让我别冲动。陛下，丽妃娘娘刚醒，身子虚弱，需要多休息。您切勿动怒。我含着泪回他：是啊，清随哥哥好，比你好千万倍。他像是被触了逆鳞，眼尾泛红，随即呵了一声，将我推回床榻。欺身而来，我头发都惊得竖了起来。他这是想……萧克顾住我的双手，撕开我的衣裙，咬着我的肩膀。他再好也是我的女人，就让他看看你是怎么承欢的。我颤抖着想伸手遮住自己的不堪。沈清随被死死按在地上，动弹不得。我听到自己的悲泣，我求他：萧克，求你给我留点体面。沈清随不知何时出去的。我看着摇晃着的床顶，帷幔层层如浪铺开。他与我交缠在一处，不断所求，如不知厌足的野兽。情浓时咬着我的耳垂，压抑着说：你是我的，是我的。阿苏。他从背后贴上来，紧抱着我，轻声道歉：阿苏，朕不是故意的，朕没有忍住。朕答应过你，你且再等等，就快了。孩子还会有的，你不要太难过。鹦鹉，往后朕再给你寻一只更好的。我转过身，与他面对面。荣贵妃的孩子也没了，臣妾的也没了，并没有什么好难过的。陛下答应了臣妾什么吗？他的眼眸里倒映着瘦削的我，原来我竟瘦了这么多。我埋下头，呼出一口气。我想回家。不出1月，萧王朝出了大事，全是极盛的荣家因贪没军饷军粮，私养军队，加上荣家几位亲贵牵扯不少强抢民女和谋财害命的案件，叫不少大臣参了折子。新皇公私分明，得了证据，当即抄了荣家。荣家本族男丁全数斩首，女眷充入教方司，府中婢女仆从充公发配去其他官员府中。陈家贪污一案也被翻案，重的清白。陈将军恢复镇国大将军的名号，陈氏其余族人一概可享其荣华权利。荣贵妃小产后身子还未恢复好，就被拖去大牢中关押。关多久并不知道。我提着食盒去看她的时候，原本艳丽活泼的黄蝴蝶落在泥灰里，翅膀折断，飞不起来了。她挨着角落朝我笑：你倒是个好命的，萧克这么护着你。我从知香手里接过食盒，递过去：我比你好点，没那么喜欢他。他从地上爬过来，和我面对面：他那么喜欢你，你却不爱他。是啊，我比你可怜，他杀了我全家，我还爱他。他登基时，若非我荣家助力，这皇位又如何坐得稳呢？我早该想到的，他能对陈家过河拆桥，怎么会放过荣家呢？可怜我腹中胎儿，我的孩子。我捡出一块雪白的糯米糕，递给他。吉祥没了的时候，我也和你一样伤心。他双肘撑起，接过糯米糕，笑容凄惨。你记得了？你记得了？我平静地说：是的。吉祥是我和萧克的第一个孩子，在陈家抄没的前一周，因和荣贵妃的争执小产了。我抱着他，在雪天跪了1日，求萧克放过圣经中的陈氏族人。
萧克并未出现，倒是年轻的荣贵妃出进宫惹了祸，惴惴不安，叫了那位送荔枝的宫婢来，将我送回了宫。过了些时日，我便磕到头，忘了很多事情。萧克从陈家拨了个与我一同长大的丫鬟进宫做宫婢，为了防止宫婢说错话、毒哑打聋，知香在三哥的教导下，原本也是能弹琴唱曲、吟诗作赋的才女，现在是个说不出听不见的可怜宫婢。是年，荣氏独女在狱中服毒自尽。萧克此后常宿永和宫，门庭熙熙，常有人在。他总变着花样哄我，送来数十只与吉祥相似的鹦鹉，或是镶金戴玉的首饰。阿苏，这些喜欢吗？你要什么都同我说，我都会满足你的。我都要了，还为知香求了出宫的机会，待她年满16，便可出宫寻人嫁了。我给她留了不少金银细软，足够买一座大宅子。但我的身体却一日不如一日，2次滑胎和巨大的刺激叫我身体亏空，总是日日在睡。有时萧克来看我，也会抱着我睡一会儿。某一日天清疏暖，我卧在美人椅中，忽然爬起来握着知香的手，眼中清明。知香，你去请沈院判来。我写了很长的一封信，说我在这宫里过得不好，我吃不好睡不好，总是被荣贵妃针对。萧克对他的白月光很好，事事都宠着他。现在吉祥都被他打死了，我难过。我想回家，希望爹爹和哥哥来接我，如果接不出去，也可以来宫内多看看我。我已经3年未见你们了，颇为想念。萧克半道结了沈清随，拿走我的信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我只是如实写了他对我不好，不知他为何要这样看着我。于是我气呼呼地把信夺回来，和他说：萧克，我现在可不喜欢你了。我爹和哥哥说要来接我回家，我们这一辈子都不会再见。萧克看着我，忽然抱住我哭了起来。求求你，别走。阿苏，求求你。是年，萧氏王朝丽妃病逝，我在朦胧间看见爹骑着我最爱的枣红色骏马来接我，二姐、三哥和四哥在2侧候着。阿苏，爹来接你啦！一个半人高的男孩，眉眼飞扬，要如旭日，捉着我的袖子，问我能不能嫁给他。我看他那双眼里热烈如火，烧着一颗赤诚的心。我摇摇头，我要回家。全文完，皮皮听书，感谢您的观看，每天上新精彩小说，喜欢就订阅吧。